国最强女保镖穿100斤铁鞋苦练10年腿法，2腿踢断外国女拳王8根肋骨，彻底看呆现场裁判。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罗大战。没有错，中国大战罗马尼亚。虽然说这个罗马尼亚的国家呀并不是很大，但是在拳击界，你别说啊，这个国家混得不错。好，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来中国踢馆的家伙，正是眼前这个年纪23岁，长相还挺甜美的罗马尼亚拳击女皇科丽娜。23岁就被称为女皇，可见此人的本领不俗。的确，他年少成名，在13岁时就击败了一个23岁的成年选手，自此一炮成名。好，这次来中国踢馆呢，他已经是拿到了4连胜的战绩，4战4胜，4场 KO， 将4名中国选手打成了重伤，并且向张伟丽下了战书，发起了挑战，并且狂言张伟丽，你一天不接受我的挑战，我就多打废一个中国选手。然而我们都知道张伟丽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张伟丽的师妹，中国的最强女保镖鄂美蝶霸气出山。让我们看眼前这个姑娘，正是我们的中国最强女保镖鄂美蝶。好，她被称为我们中南海有史以来最强的女保镖，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全国散打冠军张伟丽的师妹。好，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鄂美蝶呢为了练习她的腿法，那么把200斤的铁鞋始终是穿在脚上，可以说练成了一双力大无穷的铁腿。好，比赛开始了，让我们不要少说。一身红色战袍的便是我们中国最强女保镖鄂美蝶，蓝色裤衩便是科丽娜，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拳击女皇。好，比赛开始，鄂美蝶的攻势打得非常的凶，漂亮！这一脚直接是踹翻了对方。观众朋友们，鄂美蝶的这个腿法呀，真的是力大无穷。我们看骨头顶膝。比赛开始，鄂美蝶的攻势上打得非常的凶，所以他的侧踹腿是他的主要的攻击武器连续射踹。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中国这位鄂美蝶是这个侧踹的高手。好，我们看对方的科丽娜在鄂美蝶的这个重腿面前根本是扛不住，而且鄂美蝶的这个拳同样也是非常的重。总之，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在战力水平上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过去科丽娜是欧洲的拳击冠军，战绩相当的辉煌。不过感觉到今年这个有点上好像是滑倒，科丽娜继续追，继续打就对了。或者这个这个侧踹腿是中国散打运动特有的这个技巧，一般外国运动很少使用侧踹。作为张伟丽的师妹，我们看鄂美蝶的作战风格呢，和她的这个战术和张伟丽非常的像。你看这拳，又差点打晃对方。张伟丽在打这个综合格斗之前最开始也是打散打，那么鄂美蝶的散打技巧跟张伟丽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好，我们看还有1分钟的时间，看一下鄂美蝶能否在第一回合 KO 对手。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的。吉米，讲到吉米目前他这个侧踹，后手重拳。那因为这鄂美蝶是散打选手，就在摆拳有时候会打到后面，可以注意看一下。我们看比赛的后半段的鄂美蝶几乎打的都是反击让对方呢先出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非常精准且有效的反击。可以说鄂美蝶在打法凶狠的同时，他的拳商呢也是非常的高，知道什么时候该打，知道什么时候呢该保存体能。离开了，他距离有点远了，这个意识不用心意识不太对，但是鄂美蝶的侧面的一个传球是非常好。第一局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中国的最强女保镖大战罗马尼亚选手科丽娜。那么在下面说到这个鄂美蝶穿了200斤的一双铁鞋，足足10年。很多人说鄂美蝶这种行为很傻很笨但是观众朋友们，今天我看到了鄂美蝶这个腿法的威力的确很厉害。那么给对方的罗马尼亚选手狠狠上了一课对方想挑战张伟丽，但是我们看他现在连张伟丽的师妹他可能都打不过，甚至在第一回合完全是被吊打的一个状态。而且鄂美蝶最恐怖的是他虽然说专精腿法，但是他的拳法也是相当的凶猛。好，我们看
哦呦，观众朋友们，哎呦，今天的话可能是天气比较热啊，哦，这个很凉爽，的确是很凉爽。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和这个举牌的宝贝儿打上一场，我不介意啊，先让他使招。好，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开始了，请您千万不要错过鄂美蝶的精彩比赛。好，我们看一下。好，鄂美蝶对于距离上的把控呢，还是非常的精准。所以我们中国的全国散打冠军，就连我们中国的散打女皇龚艳丽对这个鄂美蝶也是赞不绝口啊。的确，她能够拿到全国冠军啊，的确很厉害了。因为这个散打的发源地呢是我们中国啊，所以说中国的散打高手呢那也是数不清啊，非常之多。我们鄂美蝶很善于这个侧闪加旋转，所以让南方选手没办法晋升。鄂美蝶速度实际上是很快的，应该挺好。然后他打完就会旋转，转一个角度。事实上，拳击选手也有这种做法，叫一个 pivot 的一个旋转的做法，但是在科丽娜的身上并没有。这一回合很明显，对方的科丽娜在进攻上打得非常的凶，而且双方在换拳上也是变多了啊。但是换拳来讲呢，鄂美蝶完全不虚对方啊，而且我们的拳呢是不弱于他的啊。对方的这个科丽娜呢，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拳击手啊，打法也比较偏拳击。简单点来说啊，就是比较单一。而鄂美蝶的打法呢，就非常的综合性啊，拳法、腿法，包括内围的打击、顶膝，我们通通都有。这个可以应该连续出手，刚才打到一拳以后又接着打下一拳，甚至可以接这个膝撞。好，这个镜子直接把南方选手的腿打下来。选手特点啊，那是屁股面对对方，因为想做侧踹。好，那双方在这一回合的进攻上啊，这个频率还是非常之高，而且鄂美蝶刚刚的这一波爆发呀，打得非常的凶。可以说刚刚的这一波爆发呢，把整场比赛的优势和分数都打了回来。可以说前两回合都是鄂美蝶占据了优势。但这一回合鄂美蝶为了减少体能上的消耗啊，腿法的使用呢也变得低了一些。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第三回合，也是今天最后一回合的对局。那么在第二回合，鄂美蝶是储存了非常长时间的体能。我们看，这一回合一上来攻势上明显啊，双方打的都很凶。对方的科丽娜很清楚啊，如果这一回合再不使点劲儿，哦哟，但是鄂美蝶更想使劲儿，双方都要 KO 彼此，但是此时的鄂美蝶已经打疯了。好，对方的科丽娜依旧是一个推进式的进攻，但是鄂美蝶通过距离上的把控以及精准的反击，好，一打到内围之后啊，我们看鄂美蝶立马进行这个顶膝上的进攻，因为对方的这个科丽娜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内围上的打击，她不会啊，她并不是说不用，而她不会。找了一下，就把他脚丢进来，对，这样踹对他的膝盖是有蛮大的伤害。所以南方选手不太知道怎么进攻的，对，他不知道接腿摔这个东西。可以说，两名女子拳击手打得这么精彩的比赛啊，除了张伟丽，也只有鄂美蝶了。很少见，的确是很少见。而且两名选手的确，我们有一说一啊，都挺有血性。那么对方的科丽娜在第一回合，据裁判所说啊，已经被踢断了肋骨。对方现在就是挺着肋骨被打断的一个状态来和我们打啊。虽然说对方非常有血性，但这也并不是和我们中国选手叫板、和我们中国选手啊闹事的一个理由。好，最后的1分钟时间，这场比赛鄂美蝶在精神的缠斗上是占据了优势啊。这个重拳啊，对一个身体打击非常的重。南方选
手虽然想采取主动，可是因为拳腿完全没有威胁性，选手没有施法，然后腿法也比较少。对，他是拳击冠军，可是没有把威力做出来。对，只要他打不进内围了，他的拳法完全施展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打。他现在一定很生气啊，都不知道怎么接近他，气死他。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是结束了。那不得不说，对方的这个罗马尼亚选手科丽娜真的是很抗揍啊。那么在厄美蝶的重拳重腿之下，对方竟然没被打倒，没被轰翻啊，的确是挺厉害。那么最终一致判定厄美蝶获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让我们恭喜她。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注意看，中国擂台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命案，日本武打女星来中国踢馆。不料被散打女王飞膝暴打猝死，擂台立马变成手术台，不料最终抢救失败。原本这场比赛只是一场简单的比武切磋，但是没有想到日本选手实在太过于猖獗，不仅称中国武术不如小孩打架，还称日本武术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此番嚣张的言论一出，中方选手自然是不能轻易的放过他。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对局。好，我们看，随着身后的长腿美女举着不吉利的国旗，前方的日本武打女星她嚣张出场。好，没有错，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对局。哎，什么情况？哦呦，比赛没开始，这个家伙就已经跪了下来。那他可能自己也清楚，一会儿比赛打完之后啊，这个擂台可能会成为他的坟场啊，所以说呢，事先给自己磕一个。哈哈。观众朋友不得不说，日本人还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啊！比赛没开打就知道自己呢可能是要走上黄泉路了。好，这场比赛来看一下我们中方选手，她就是眼前的中国散打女王 KO 一姐厄美蝶。好，观众朋友们对厄美蝶的话，我相信有些老的拳迷粉丝对她很熟悉了啊，但是这个有很多新的拳迷粉丝对她不熟悉。好，那简单说一下，厄美蝶是我们中国的散打女王，她的实力非常的强悍。可以说就连张伟丽见了厄美蝶，那都必须要叫一声师姐。好，这场比赛厄美蝶是主动申请出战啊，原本的比赛选手呢并不是她。好，我看一下比赛开始了，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厄美蝶，那么蓝色拳套的家伙就是日本的武打女星啊大滨方美。据说这个大滨方美在日本呢非常受男人的喜欢啊，因为据说她早期呢，年轻的时候啊拍的都是这个什么1级加2级的影片儿，哈哈，但是朋友们不能说的这个太清楚太明白啊。我们都知道在小日本的都很喜欢看这种东西。我们看厄美蝶的拳啊打得很准啊，漂亮。再一次。我们看厄美蝶这种攻势的话，可能是要把对方啊，哎呦，送到韩国走一遭，干什么去啊？整容去。因为仔细看厄美蝶专打对方的脸，呵呵，我们都说打人不打脸，但是打日本选手打小鬼子，呵呵，能打脸我们都不打他的屁股啊。场上啊，本来是和和气气的哦，结果比赛一开始，哇，这火爆味十足。可是呢，这个日本选手啊，他没有一个杀手武器啊，可以威胁到厄美蝶。你看他的这个这个腿，对方的速度和厄美蝶比起来呢，还是差很多。对方是一个武打女星，没有错，拍这个武打片的啊。据说他拍戏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呢，不是打中国人的戏啊，他不拍。好，这个家伙的确是非常的可恶。但是拍戏不过瘾，这一次跑到中国来切磋啊，跑来中国来比武。起他的后手哦，直接后手直拳塞进去，非常的准。对手要抓防守反击，其实都抓不到，因为厄美蝶有他自己的步伐。好，袭击，袭击。没有很勇敢，很主动，是实力上确实占优。对，因为他不需要打防守反击的，所以他不做侧踹了，直接打出去了。对。哦，后手出去。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就是方美的主动进攻。对。他有主动，但是没有进攻，变成主动挨打。对，因为很难贴近这个厄美蝶。厄美蝶的步伐非常的厉害，他的这个前脚都会往这个侧边闪。哦，对，因为呢，
大平方面没有主动进攻，所以你看不到这个鄂美蝶的一个精彩的步伐的一个表现。好，接腿打了一拳，头部撞到了地上哦。早期呢，中国运动员接腿了以后主要是摔，后来的话接腿了以后打后手直拳。然后在这个鄂美蝶，其实他这个侧踹很少在。好，要小心哦，不要再打了。裁判终止了对局，因为比赛第一回合结束了啊。裁判如果再不拦的话，我感觉鄂美蝶能冲上去吃了对手。好，赛前对方的大平方美来中国之前呢，是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媒体发布会啊，表示说呢，这个要表示证明一下中国武术不如日本武术。好，但是今天我们的鄂美蝶，哦呦，打对方是栽栽愣愣、摇摇晃晃。可以说在比赛的第一回合，鄂美蝶的每一拳呢，能打对方的脸，我们绝对不打别的地方，哈哈，争取把对方是打到毁容。好，那原本赛前对方大平方美来中国呢是挑战张伟丽啊，但是张伟丽暂时没有空搭理他啊，所以说鄂美蝶呢也是主动申请霸气出战啊。当然张伟丽并不是说不搭理他，而是因为这个有别的比赛啊，有美国人要打，所以说呢只能是把这场比赛啊交给了鄂美蝶。好，我们看一下比赛来到了第二回合，看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漂亮，连续重击，哦呦，哦，漂亮。而对方的确很抗打呀，这个时候还能站得起来，的确很抗揍啊，像一头牲口一样啊，像一头母猪一样，的确很抗打。我们仔细看对方的大腿，包括胳膊，比我这个粗很多呀。好，你看他低扫啊，像撩起，哦呦，呵呵，对方的腿法的确是很丑陋啊，就像这个母猪撩起猪蹄子一样啊，非常的丑。但一个回合过程中，这个选手的实力就能体现出来。是，赶快再试一些新招哦，做些实验。他打得漂亮一点，好，闪掉了，那赶快压进去，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但这个日本运动员一般来说他是挺顽强的，有时候你看看他晃晃悠悠打了很多次，但是他不会被击倒。然后大平方美啊，在这个攻击距离之外做这些步伐的闪躲是没有用的，你要在攻击之。这场比赛日本选手只能是庆幸说呀，我们中国的裁判很公正。如果现场裁判稍微有一点偏袒，哈哈，好漂亮，连续侧踹。我相信鄂美蝶搞不好在第一回合就可能把对方打死在擂台上。是希望能够有一些主动进攻，因为这是好像是第二位啊，这个 J Girl 被这个鄂美蝶揍了哦。之前鄂美蝶也是打了这个韩国的 J Girl， 也是一个美女。对，李智苑，哇，一个1-2，直接体距离。好漂亮，通过顶膝打开对方的防守。那么鄂美蝶这个作战经验还是很丰富。他目前都在这个东方荣誉接受训练啊，所以多少应该会学到。刚才讲一个转身后边腿的一个冷拳由日本选手做出来的，可是转得不够，刚好被鄂美蝶幸运的躲过了。看起来这个日本选手现在好，还有最后50秒钟的时间。那么对方，哦呦，对方的狗鼻子已经被我们的鄂美蝶打出了血，哦呦，漂亮！什么情况？这可飞膝呀！我们看，对方是捂住了鼻子，口吐鲜血，抓紧，赶紧抢救！那毕竟保护动物人人有责。好，那么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又响起了一首悲伤的歌曲。看到此情此景呢，他又想起来。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会拿下这场比赛的，因为我对我自己非常有信心。有了，已经明显的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了。澳大利亚总统女保镖嚣张来罚踢馆，结果惨被张伟丽狂轰300多拳，打得头破血流，鼻血横飞，险些当场身亡擂台。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澳大战。没有错啊，中国大战澳大利亚。
好，我们看眼前的这个姑娘，正是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啊。本场比赛她是作为擂台狩猎者迎战澳大利亚的首相女保镖。好，那最近发现张伟丽成为世界冠军之后呢，吸引了一大批从来不看拳击赛的女粉丝。那很多人说从来没有看过拳击赛因为看到张伟丽所以说看了这个拳击赛。的确张伟丽的影响力是空前的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好，本场比赛看一下张伟丽的对手就是眼前这个嘚嘚瑟瑟、嚣张出场的澳大利亚泰拳女王，同时也是澳大利亚首相女保镖的朱妮可。好，年仅24岁的她可谓是非常的嚣张那么在媒体发布会面前也是很猖獗表示说呢，这一次我去中国打比赛，只可能有2个结果，要么我打死张伟丽，要么张伟丽被我打死。他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我有100%的信心能够击败他。好，观众朋友们，这个家伙的确很猖獗他表示今天只有2个结果要么他打死张伟丽，要么张伟丽被他打死。好，那横竖都是死的话，那看我们张伟丽今天能否豁出去和他拼上一场。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上衣红色裤衩中国女拳王张伟丽。那么蓝方选手就是澳大利亚的首相女保镖朱妮可阿尔玛朱妮可。好，我们从侧面上来看，对方的朱妮可是有着身形上的一个优势长胳膊长腿儿。那张伟丽的话打起来的确是有难度了，而且对方的体重上来说呢，也是要比张伟丽重了18斤。要小心，对方的这个大长腿的确是很长，但没关系看完张伟丽一会儿如何打断你这条狗腿。张伟丽的这个外号非常的给力叫做马格南。这是一把枪的名字是老外给他们起的。据说这把枪能够在100米之内打穿防弹衣，所以说张伟丽的这个威力连老外都觉得很可怕。张伟丽本场比赛一定要小心，对方的这个反应速度很快已经很多次去抓我们的腿了，他应该是有训练过这个事情。好，你看又来了这个抓腿对方明显是针对张伟丽的这个中扫去制定的一个战术。好，连环腿，哇，张伟丽的这个拳打得太快了。张伟丽一旦要进入对方的内围呢，对方立马就进行搂抱。这个家伙的确是有着很高的一个拳商，一定要小心了。好漂亮，张伟丽也有一次接腿。双方都有着这个接腿的这个本领实际上接腿这个事情呢是比较难度，因为要小心。这个地板还是有点滑主要还是张伟丽这个扫腿的力度太大了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自己给抡飞出去。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对方的朱妮可不断的用这个踢击来限制张伟丽近身。让我们看张伟丽的这个大开大合的气势就是要往里边去杀。
显了，但是不知道裁判的判罚最终会是怎么一个结果。但是我相信啊，如果裁判眼睛不瞎的话，这场比赛应该是不会出现意外了啊。张伟丽的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的确打得非常的精彩，而且我们的女神啊，张伟丽是兵不见血刃啊，拿下了比赛啊，这个确实很精彩了。还没有拿下呢，我们看一下最终的这个判罚，张伟丽能否取得胜利。Judge number 5, 30比28 30-28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洪方胜。